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萨偏偏。9号密室第6季上线了，开局就飙到了某瓣9.3分，不愧是我们熟悉的神剧。所以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9号密室第6季的第1集。大街上戴着面具的阿洛拿着一张纸走了过来，纸上写着数字6。他疑惑地把纸上的6和墙上的9对比了一下，正准备转身离开，一阵风吹来，手中的纸被吹落。他弯腰捡起纸，这才对上了暗号。也对，毕竟这不是6号密室。这个标着9的地方是个仓库，阿洛走了进去。他将手中的购物袋交给了向他走来的女人阿莎。仓库外，一辆黑的轿车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一男一女，男的就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咱们叫他老大；女的则是老大的女儿，就叫她大女儿吧。大家应该都发现了，老大和阿洛都戴着面具。至于他们为什么戴面具，咱们马上揭晓。老大打开后备箱，发现手提包里的炸药露了出来，赶紧拉上拉链。两人走进仓库，老大叫上阿洛一起检查炸药和枪械。原来这些人是一个抢劫团伙。今天下午3点，一辆装着价值7万钻石的货车将会准时从某条路出发。他们现在在仓库里碰头，就是要商量抢劫事宜。原来老大想把大女儿嫁给一个名叫队长的手下。大女儿拿出一封信，希望阿莎能在干完这事之前把信交给他的心上人。殊不知医生儿子壮壮也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打算在抢劫成功以后，用仿真钻石调包真钻石，然后远走高飞。阿莎把大女儿让他代为转交的信件交给了阿洛，让阿洛代为转交给壮壮，表示他看过以后自然会知道信是谁写的。然而没想到壮壮是无辜的，看完之后居然以为写信给他的是队长。二人之间的互动离不开会员根本看不了。这次的抢劫计划是这样的，在独自驾驶货车的司机下来买咖啡的时候，大女儿和阿莎找机会调包他的咖啡，将咖啡换成下个迷药的咖啡。同一时间，壮壮和队长伪装成检修电路的工人，司机从咖啡店出来，阿洛负责耍杂技分散他的注意力，队长则趁机把炸药安装在货车上。等司机喝下咖啡5秒钟以后，便拿走货车里装着钻石的箱子。阿莎开车接老大逃离现场，所有人6点回到仓库分赃。队长喜欢大女儿，大女儿喜欢壮壮，壮壮就喜欢队长，完美闭环的三角恋。抢劫计划看起来似乎很完备，但熟悉9号密室调性的老粉们都知道，后续的剧情肯定会有出人意料的反转。It's Detective Sergeant Janice。亚努斯是罗马传说中的门神，有前后2个面孔。阿莎这个名字就呼应了他卧底的身份。好家伙，劫匪之中不仅有想要私吞钻石的，还混入了一个卧底警察，这下有好戏看了。因为中了警察的埋伏，抢劫并不如预期那么顺利，导致阿洛在慌乱中不小心打伤了自己的脚。接下来，阿莎和医生也回到了仓库。壮壮偷偷摸摸的来到阿莎身后，阿莎正和阿洛聊着。看来阿洛不仅智商不高，连眼睛也不太好使，这么大个人在那爬都看不到。壮壮拿到钥匙后返回去找他爹医生，医生却以为看到阿洛血流满地，晕血症发作，正在昏迷，于是壮壮便自己打开了箱子，将钻石调包，把真钻石藏在了一个毫不起眼的塑料袋里。这时老大回来了，他愤怒地表示要杀死队长和内鬼，为大女儿报仇。原来老大早就发现阿莎是卧底警察，因为阿莎在厕所摆弄窃听器时被大女儿看到了。可既然早就知道团伙中有卧底，为啥还要照常执行抢劫计划呢？看来老大的智力水平也不咋地。这时Horsey and I had been having an affair for several months。万没想到，大女儿的情人居然是医生。虽然大女儿已经死去，医生索性就跟老大撕破脸了，死活不肯交出手中的钻石箱子。旁边的壮壮急了，钻石已经被调包了，你们还搁这争个啥？但他又不能明说，导致最终演变成了4人拿枪互指的局面。最终，医生、队长、壮壮3人在火并中被杀，老大则成功幸存。或许是看阿洛没啥威胁，老大留了阿洛一命，拿起装着假钻石的箱子扬长而去，只给阿洛留下了一个装着食物的塑料袋。Well, fuck my old boot。看到这里，大家可能都蒙圈了，这个回声是怎么回事呢？这集一开始的时候，阿洛曾以为阿莎回应他的声音是他的回声，其实那个时候阿洛是真的以为是回声这个角色在回应他，估计是阿洛的双胞胎兄弟。至于这个角色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他一直都没有出场，这一点2位编剧也没有特意解释。9号密室第6季的第1集充斥着大量的调侃、吐槽以及谐音梗，如果不是很了解国外文化语境的观众，很难完全看懂。另外，本集一共出场了7个角色，其中有4个都戴着面具。既然讲的是抢劫故事，劫匪戴面具也很正常。但这里其实还暗含了一个彩蛋，面具其实是在致敬即兴喜剧。即兴喜剧起源于意大利，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演员会戴着面具表演，与我们的京剧脸谱类似。不同的面具也代表着不同的角色类型，比如阿洛的原型叫做阿洛基诺，代表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底层小人物。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找一仆二主看一看，这是意大利最著名的即兴喜剧作品。阿洛基诺就是一仆二主里的那个仆人。即兴喜剧没有剧本，需要演员们储备大量的段子，根据一个主题或大纲在舞台上 freestyle， 非常考验演员们的喜剧功底。即兴喜剧的支线情节一般都是不怎么有趣的爱情故事，本集中的支线情节自然就是大女儿和医生以及队长还有壮壮的四角恋了。此外，这起名叫呼啸大劫案
致敬了英国名著《呼啸山庄》。这个从内部拍摄的打开后备箱的镜头，则致敬了昆汀的抢劫电影《落水狗》。最后，则是我们固定的找兔子环节。九号密室的老粉一定记得，这部剧集每一季的每一集里都会出现一个相同的兔子雕塑。本集它只在爆炸环节中出现了0.01秒。如果只看剧情，《九号密室》第6季的第1集就只是个有反转但没啥惊喜的抢劫故事，再加上各种英国流行文化梗和谐音梗笑料，就变成只有胖胖二册才能写出来的《九号密室》。当然，我们国内的观众和人家的文化语境不同，没办法完全理解这一集的梗和笑料，看起来自然也就少了一些乐趣。希望我的解说和科普能够帮到你，让你对这个故事的理解上升一个层次。最后，还是推荐大家去看看原剧，也许能发现更多的细节和彩蛋。拜了个拜。